Hello，大家好，我是拜伦，跟各位分享一个来自古老英国的老高他的一个发现。有一天，当他在统计他自己对于身高遗传的研究数据的时候，发现大多数样本足够的调查，如果将所有的数据以图表呈现的话，大多的图表会呈现常态分布。如果再加入时间线的话，会发现每一个时间点里面的数值，它们的平均值连起来可以连成一条稳定的直线或者是稳定的曲线。而如果把其中一个时间点的截面取出来，它里面的数据分布一定是常态分布，而把每一个时间点的这个常态分布的上下范围连起来，就会形成区间。几乎所有的数据都会落在区间里面，包含未来的数据、过去的数据。所以未来的数据可以预测会落在这个区间的预测范围内。另外呢，如果越接近均值，样本数就会越多。也就是说，画成图的话，你会看到一个中型的图样。根据这个数据向均值靠拢的现象，我们整理出均值回归的概念。均值回归跟常态分布的概念适用性非常的高，像黑天鹅这种异常事件就属于独立的事件，它是异常值，是极端值，就应该排除它，不应该影响我们的日常计划跟日常判断。要了解一个对象，要观察它的平均状态，也就是均值，观察不同时期的表现，观察好时候跟坏时候的表现，然后综合这些观察资讯来做判断，不能够用短期的印象来随便下结论。比方说看房不能够只看大晴天，情况如果可以的话，你还要看雨天、看夜晚、看假日、看工作日的日常环境。当然，你想要观察的目标是不是可以适用均值回归的观念来观察对方的平均状态，需要个案判断。以股票来说，投机型的标的就不太适合。以人来说，则需要判断这个人他是不是异于常人，比方说他是不是一个神经病，是不是天才，他的情绪是不是还正常，是不是非常愤怒或非常悲伤。以事情来说，至少要判断这是不是一个独立事件。比方说你开某一排的车子容易被雷打到，那这个雷是只会打这排的车子，还是因为这个车子它特别瞩目，只要它出事情就会被爆出来呢？好，讲一个我们更常会用到的。当我们很多人刚开始互相认识的时候，印象都会觉得不错，对吧？都会觉得每个人都很有礼貌，举止得体，性格稳重。但后来发现这些都是假象。这样的经验，我想我们都经历过。两个人交往以后，感觉对方变了一个人的故事，我们也听到不胜其烦。会有这些故事，就是因为我们只看到对方表现最好的时候，就误以为对方的美好形象是常态，这样让我们对对方有了不合理的期待，最后造成了自己不必要的失望。如果这些看人的经验不累积，那么我们看人永远会看错。能够带给我们强烈感受的，大多都是偏离常态的经验，不管是愤怒、哀伤或者是喜悦，最终它都会回到一个平常的状态，回归均值。生活的常态就是当下天崩地裂，但事后云淡风轻。偶尔我们会有心动的旅行，但是日常的基础仍然是生活跟努力工作。偶尔我们会吃大餐，偶尔会大鱼大肉，但是平常的基础仍然是再平凡不过的柴米油盐。金融市场也会有短期的剧烈波动，有多头有空头，但是长期呢，多呈现一个缓步向上的多头曲线。在这个总是让人措手不及的世界里，除非发生像地磁倒转这种根源性的变动，或者是在我们的人生中出现结构性的变化，否则异常的独立事件突然爆发的极端值不应该影响你原本的规划，或者说它不应该造成你改变太多。偶尔的波动终究会往回走，更何况异常的独立事件它可能只会发生1次到2次，跟你完全没有关系。不管学习还是工作，人际关系还是长期的生活，我们的各种长期规划和目标，他们或许需要做短时间相应的调整，但不应该这么容易被破坏。苏东坡说，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天还是那片天，只是偶尔它会有云有雨，有雷有电。如果你正经历一些什么事，正在经历一段很不容易的时间，希望你记得均值回归的概念，
做好你能做的应对准备，然后保持耐心。当这个暴风雨过去之后，我们仍然可以好好的过生活。那么这期就分享到这里，希望可以给你带来一点点的帮助。我是拜伦，记得还行的话3连订阅留言，我们下次见喽，拜拜。